4位年轻小伙在殡仪馆打麻将，不料被赌鬼压身。这时馆长走了过来，一眼便看出端倪。只见众人肩膀上压着4只阿飘，繼續打，繼續打，定晒啊你哋！馆长大声呵斥，将几人赶走，阿飘也随之离开。男人名叫一书，从小在殡仪馆长大，对逝者十分尊敬。每次有死者送来，都会礼貌地对其鞠躬。其原因是他有双阴阳眼，能够看到常人见不到的东西。然而殡仪馆有位入殓师婉儿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逝者化妆。从小接受高等教育的他，一向不信鬼神之说，因此在每次工作时都会戴着耳机。师傅告诫他这样对死者不礼貌，可婉儿压根没聽到心里去，拍着師傅肩膀問道：二叔見過鬼未啊？你唔好亂彈膊頭啦！點解啊？冇聽過人有3把火嘅咩？你亂彈膊頭，萬一真係被拍熄咗嘅，就會出事噶啦！乜你咁迷信㗎？咩年代啊？說罷便扭頭去接電話，師傅見狀讓他滾外面接去，表示你這樣會驚擾到客人。婉兒回對了句老逼燈，轉身便出去接電話。看着婉兒的背影，一書喃喃道：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。與此同時，紙紮店老闆娘前來送貨，剛好看到3位帥小伙打麻將3缺1，便屁顛地走過去，搓起了麻將。可幾圈下來後，4人感到腰酸背痛，就好像被人蒙着頭胖揍一頓似的。此時一書剛好路過，一眼就看到他們身上的賭鬼。他出言詢問幾人肩膀酸不酸，小伙們聽到語氣不對，於是腳底抹油集體開溜。傻氣，唔打！另一邊，忙完工作下班的婉兒，就在途經一條昏暗的小巷時，突然，包中的物品散落一地，後頭查看原來是個乞丐。就在婉兒拾取東西時，一雙白皙的手掌伸了過來。就在婉兒以為是韓劇裡的場景時，抬頭卻發現是位大叔。被打破幻想的婉兒直接拒絕了對方好意，而男人望着他離去的背影，露出了詭異的表情，隨後便推着一袋重物離開。婉兒回到家翻找鑰匙時，驚奇發現包中多個手機，他以為可能是剛才自己撿錯了，因此便沒細想。進到房間後，他發現家中被人裝飾了一番。忽然，原來今天是婉兒80大壽，朋友們特意為她準備了驚喜。這時閨蜜聞到婉兒身上有股怪味，婉兒以為是在殯儀館沾染上的，於是招呼幾人坐下，自己去洗個澡就出來。就在朋友們喝酒時，意外發現門口站着一位女孩，他們以為是婉兒帶回來的，於是便走上前想讓她過去吃點果盤。可讓人想不到的是，這女孩根本不是贏。叫咩名啊？我叫美美啊，我呢邊好凍啊。過嚟啊！我呢度有火啊，好啱㗎。婉兒話音剛落，下一秒美美便出現在身後。就在剛剛，婉兒下班路上摔了一跤，就在她撿東西時，無意間多撿了一個手機。等她洗漱完畢後，想拿起手機聯繫失主，突然一條短信發了過來，聲稱自己是手機的主人。婉兒本想把手機還給她，可不料女孩竟讓她代為保管。就這樣，兩人有一句沒一句的聊了起來，於是便有了開始的一幕。在往後的日子裡，一人一鬼通過手機越聊越嗨皮。隨後美美便拜託婉兒幫自己找件很重要的東西，找不到的話自己就無法回家。婉兒從小熱心腸，腦子還沒接收到信號，嘴便答應下來。兩人約好在2仙橋碰面，可婉兒等了2年半都沒見到美美，反而看到一位老男人正在成華大道邊上撩妹。就在這時，美美突然發來自己走下2仙橋的視頻，婉兒搖頭晃腦的就跟了過去。緊接着美美又發來走進通道的視頻，婉兒心想你擱這兒跟我鬧呢。猶豫片刻後，邁着豪爽的身子走上前一探究竟。這時美美再次發來第3條視頻，視頻內她指着一旁的捲簾門。婉兒來到店門口，打眼一瞧便知道這是外賣黑作坊。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婉兒還是鑽了進去。小店內破爛無比，凌亂不堪，空氣中還彌漫着老鼠屎的味道。就在婉兒四處打量時，身後的冰櫃緩緩伸出一隻手，發出的聲響吸引了婉兒的注意。等她小心翼翼打開冰櫃門時，驚訝地發現裡面放有一具女屍，仔細查看竟是美美。就在婉兒愣神之際，店鋪主人突然回來了，開門之人正是把妹的老男人。按照恐怖片劇情發展，接下來該發生意外了。這個男人是個變態殺人狂，專門誘拐女性，將人敲暈後先勾後殺，從而滿足自己的變態心理。桌子下的婉兒看到這一幕，便趁着男人肢解屍體的空檔，準備悄悄溜出去。雖然自己在殯儀館工作過，但看到現在活體時，心中不免緊張又害怕，一個沒注意直接撞在了門框上。男人聽到動靜後，利用自己熟悉地形的優勢，直接將婉兒堵在路口。等婉兒醒來時，發現自己手腳被綁，旁邊還放着一個詭異的雕像，上面還掛着好幾串鑰匙。此時婉兒突然想起美美讓她找的東西，極有可能就是鑰匙。忽然身後傳來聲響，一個粉色麻袋朝婉兒的方向移動。這時男人出現，將麻袋拽走，隨後從裡面抱出一具屍體，放在案板上，接着拿出工具開始分屍。血腥的場面嚇得婉兒拔腿就跑，卻沒發現腳上既有繩子，反被絆倒。男人用力拽動繩子，婉兒拼命掙開手上的束縛。就在兩人扭打在一起時，婉兒直接扯掉男人身上的鑰匙，順勢來了記天彈腳，
就在男人准备痛下杀手时，地上的麻袋开始躁动不安，一个接一个的砸向男人。随后麻袋拧成一股绳，将男人悬挂在半空中。这时一双鬼手将人固定住，下方的阿飘用力拉扯，男人直接领盒饭走人。这時手機再次收到消息，唔該晒你，你幫我哋揾翻晒啲鎖匙，我哋而家終於可以翻屋企啦。說罷，手機傳來最後一個視頻，被男人殘忍殺害的女孩集體揮手向他道別。電影最後，美美拿着鑰匙回到家中，陪着奶奶吃完最後一頓飯，這便是她執意拿回鑰匙的原因，只因家中還有最牽掛之人。影片結束。